传递医学资讯，共享健康人生。大家好，我是丁医生。又是新一年的开始，也是很多朋友要安排每年体检的时候。那在进行体检项目选择的时候，哪些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不应该错过的项目和检查呢？今天就来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有些人每年都会去看医生进行体检，以确保自己身体一切正常。那这个体检的频率是不是必须每年进行一次？其实在很多专家当中还是存在着争议的。有些人觉得不用那么频繁，那也有些人觉得呢，一年一次又太少了。其实体检的频率最终是取决于每个人自身的实际的情况，比如年龄、一般的健康状况，还有呢，是不是存在着某些问题的风险因素。那我想医生呢会结合你的具体的情况来给你提供一个合适的建议，到底应该多久进行一次全身体检为好。在体检的时候，医生会询问你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他们会进行心脏和肺部的听诊，也会进一步的检测身高、体重和一些必要的生命体征。那说起身高和体重，其实无论是进行定期的体格检查还是其他的检查，医生都需要了解这些指标，因为通过身高和体重可以算出你的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如果能够将 BMI 保持在健康的范围之内，是有助于保护我们免受心脏病、二型糖尿病以及某些癌症的侵袭。如果 BMI 不在健康范围之内，那医生可能就会给出一些怎么样来进行改善的一些相关的建议。再有就是血压，血压是血液流动的时候冲击血管壁所造成的压力。一般而言，血压的正常值是120和80毫米汞柱。那我们从18岁开始就应该至少每2年检查一次血压。如果血压偏高，那之后的检查就要进行的频繁一些。那具体怎么样的检查频率，医生同样也会给出相应的建议。还有一项检测就是胆固醇。胆固醇这是人体血液当中的一种脂肪，高胆固醇会导致心脏病和中风。那在20岁以后就应该每4到6年检查一次胆固醇的情况。如果您存在有以下这些因素，那检查胆固醇的频率还需要更高一些。那这些因素就是老年人、男性、体重超标或者有心脏病家族史、高胆固醇家族史、糖尿病人，或者本身就有过高胆固醇血症的病史。那对这些人，检查胆固醇的频率呢需要高一些。再有就是大肠癌筛查。大肠癌的筛查是通过检查结肠或者直肠的血液，或者呢检查直肠或者结肠之内是不是有息肉的生长，来寻找是不是有癌症发生的情况。如果患癌症的风险不高，那一般在45岁以后就应该开始接受大肠癌的筛查。那有一些专家建议，如果是非洲裔的美国成年人，应该再早个5年，也就是从40岁开始就应该进行大肠癌的筛查。通过粪便免疫化学检测 FIT， 那应该每年进行一次。乙状结肠镜的检查呢，应该每5年进行一次。医生会通过这个结肠镜的检查来检查整个结肠的状况，然后通过在结肠镜检查期间发生的情况，再来决定接下来的检查频率是应该是每3年一次，还是每5年一次，还是每10年一次。还有不容忽视的检查就是血糖的检测，这是一种检查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的很简单的检测，可以测量血液当中的血糖，也称为葡萄糖的水平。一般在45岁以后就应该开始常规进行血糖的检查。如果符合以下的情况，医生可能会建议尽早的进行血糖的检测。那这些情况就是体重如果超标，如果有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有高血压，或者曾经患有妊娠糖尿病的人，
就应该尽早的进行血糖的检测。还有在体检的时候要注意皮肤的检查，来检查自己身体皮肤上的痣、雀斑或者其他的皮肤的一些痕迹是不是有任何的变化。专家建议我们自己应该每个月做一次皮肤的自我检查，因为皮肤癌如果能够被尽早的发现，并且得到及时恰当的治疗，几乎是可以完全治愈的。如果自身或者家里人患有皮肤癌，定期的让医生检查皮肤是非常明智的。还有一项检测就是骨密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骨骼会变得更薄、更脆弱，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导致一种被称为骨质疏松的疾病，这就会使得骨骼非常脆弱，而且容易折断。如果是65岁以上的女性或者70岁以上的男性，就应该进行骨密度的检测。如果医生发现骨骼变得很脆弱，那就可以进行恰当的治疗的方法。如果您存在有以下的这些情况，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尽早的进行骨密度的检查。那这些情况呢，包括过去曾经发生过骨折，长期的在服用一些类固醇激素，或者呢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体重偏轻，不到127磅，或者父母在一次轻伤以后曾经发生髋部骨折，那这些人都应该尽早的进行骨密度的检测。还有就是对女性朋友来说，乳房的 X 光检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这项检查可以发现乳房的某些病变。现在呢，医学专家们对于女性朋友需要多久进行一次乳房 X 光检查，也就是 mammogram 的检查，以及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项检查，其实有一定的分歧。所以女性朋友在40岁以后可以和医生来讨论是不是应该进行 mammogram， 也就是乳房 X 光的检测。有些医生可能会告诉你，你可以等到50岁再开始啊，或者呢会根据你的情况建议你马上就开始进行检查。一般呢都会建议每1年或者每2年进行一次乳房 X 光的检测。医生会建议你对你来说最合适的频率是怎么样。还有呢，女性朋友不能忽视的就是一项子宫颈癌的筛查。这个呢是可以通过巴氏图片检查来检查宫颈是不是有癌变的征兆，也可以进行宫颈 HPV 的筛查。大概从21岁开始，就需要和医生来讨论最适合自己的子宫颈癌的筛查方式。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前列腺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体检的项目。目前呢，对于前列腺检查的频率，医生们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大多数的男性在50岁左右就应该开始和医生来讨论这个前列腺检查的问题。非洲裔的美国男性和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男性可能要早一些进行前列腺的检查，从40到45岁就可以考虑着手进行。大多数情况下，前列腺的检查只要通过进行 PSA 的血液测试就可以，当然还可以进行直肠检查来检查前列腺，医生也会告诉你什么样的检查方式是最适合你的。那最后不要忘记的就是牙科的检查，希望你每天是在坚持刷牙、坚持使用牙线的，但是虽然这样，还是要定期去看牙医。牙科的检查可以发现口腔当中的蛀牙、牙龈的疾病以及其他的问题。1年进行1次到2次的牙科检查是比较合适的频率，当然这也取决于自身的口腔健康状况以及您自己的一些具体的需求。好，对于常规体检当中一些不可忽视的项目，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新年伊始，也祝福您在未来的日子里拥有健康，心怀喜乐。我是丁医生，临床工作20多年，美国认证营养健康咨询师，传递医学资讯，共享健康人生。感谢您的关注和订阅。如果您有感兴趣的健康话题，也欢迎告诉我。咱们下期再见。